耶，各位 ，Welcome back。Welcome back。今天是黄承浩的受难日。為什麼是受難日？我們即將驅車前往到黃承浩最喜愛的地方。沒有體態測試啊，每個月要測一次啊。我們其實因為我跟你的行程嘛，你現在真的很多元哎。我們那天被謝導說我們的人生過於豐富與精彩，你有什麼感想？不好意思，實在是不好意思說謝導，就是真的。可是我觉得我們人生歷練算很少了吧？我們沒有什麼人生歷練啊。如果你不喜歡你現在的生活，那麼為什麼還要用餘生來度過？嗨，你好，我是 Kim 黃承浩。你可能不認識我，但我早就已經認識你了。你就是1019天前的我，而我們只花了1019天，就從一個素人走上小巨蛋的舞台了。如果人生可以再活一次，你會怎麼活？你會不會用盡全力？你會不會願意打破所有的不確定，勇往直前？還是你依然會選擇重複現在的人生，讓餘生就這樣慢慢過去？我不想，我沒有辦法接受自己心中的那朵希望之花凋零，我更沒有辦法接受我的人生僅僅只有如此。所以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需要什麼樣的證明，才會相信自己其實擁有無限可能？如果你正在等待一個人、一個團隊、一個故事來替你證明這件事，那麼我們在這，我們替自己，也替你們打造了火星計劃，一個從不可能走向可能的故事，一個重新相信自己的故事，一個由你親手寫下的全新人生故事。如果你已經準備好向過去的自己告別，現在此刻為你自己買下一張重生的門票。我是 Kim 黃承浩，2026 7月1號台北小巨蛋，拿回你能看見未來的人生劇本。小金魚是潮流一哥了嗎？我現在是精簡王。你說講話很少的人是不是？剪輯的剪。就今天心情怎麼樣？都剪掉了。沒有人要聊這話題。不是，因為你看你有表演課嘛，應該說你有排練的課，然後你有唱歌課，然後你日常每天都會做重訓嘛，有氧或無氧。然後每一餐都有營養師在控管。哦天哪！然後你還有日常的唱歌練習，讀劇練習。好，我們來問一下，這差一點就讀劇練習了。以上這些差不多。以上这些練習裡面，你最喜歡哪一個？對，最可以控制的健身了，因為我已經練習很久了。你是說每天 push up 那一些嗎？對，本來我就有長期就有運動習慣嘛，所以那個算是還 OK。你長期有運動習慣？有，還有啊，十幾年了。好，那我問一下，你過去的長期頻率大概長怎樣？也沒有現在這麼密啦，因為我現在是幾乎運動6天嘛，一個禮拜，對啊，就6休1，幾乎是這樣。沒有，應該沒休息，因為我休息的時候就在有氧。那之前呢？之前大概一個禮拜3天左右，都是去健身房那一種。也沒有，就固定，可能如果有空，固定禮拜日會去健身房啊。它就是反正就你看嘛，就1、2，可能1、3、5日這樣啊。哦，沒有以前沒有那麼頻繁啦，然後以前也沒有一定要把東西做完。那你以前有教練嗎？以前有啊，我零零星星有上教練課。哦，就是教練一陣子，自己練一陣子，教練一陣子，自己練一陣子這樣。對，但以前沒有那麼狂暴哦。現在是那種，比如說今天可能熱量吃超了這樣。我那天去我朋友家，然後反正那天我就跟營養師申請要蓋牌這樣。對，你沒蓋牌对不對？我從來沒有蓋牌過。我 even 在過年的時候。那你 get 得到這蓋牌的意思嗎？我 get 得到。OK 好，反正我就申請了一天蓋牌日這樣。然後那天去我朋友家喝酒，喝到炸掉。然後呢，然後回家的時候大概11、2點哦，就因為我們反正喝了好幾支清酒這樣。然後回家大概11點多，我一樣下去
那個有氧做完，但我不鼓勵啦，I mean 這個是有問題的。對啊，就是你喝醉酒，你不要去。喝醉酒不是應該睡覺，不是應該喝完水？對，但我還是把有氧做完了。然後像上那一次，整天上完創業大課，因為那天上創業大課時間比較少，所以我們就整天都沒有運動。然後上完創業大課之後回家弄一弄東西，吃飯幹嘛？11點多，我還是繼續把重訓做完。那重訓現在是有個 set 嗎？可什麼有一個 set？ 等一下你看一下，你第一次大概24個 set 吧。你知道我今天是非常興奮的哦。那你每次去健身多久？1個小時。哦，小雞，你今天 together 嗎？沒有啊，但我今天的確結束之後，我有自己的教練課。可以，那你看完我的教練課之後，你心裡就上完教練課了。哦，我今天就相當於上了3小时教練課，差不多這個意思。非常開心。哦，各種很疲勞哦。那你以上全部的練習裡面，你最不喜歡哪一個？最具挑戰的排演，它比唱歌更挑戰。沒有，因為唱歌偉哲人不錯啊。我指的意思是說，偉哲給你的東西很服務你。OK。所以他會在這個過程中要展開他的服務嘛。對。King， 我覺得你唱的 rap 不好，我們改一些 rap 的詞，你覺得是怎麼樣？這樣。但謝導不是這個風格，謝導的風格比較像是來你演一趟，然後呢，我看一下哪裡可以告訴你，再告訴你。但偉哲不一樣，偉哲是 King， 你聽我唱一次，然後然後你跟着我唱一次，然後呢 ，OK， 你跟我唱一次之後，我覺得這裡不順，來我改給你。但謝導不是啊，謝導是 King 你演一次，然後呢，我告訴你你要怎麼改，你他媽自己改。這兩個人風格不一樣。好，所以偉哲那邊相對之下挑戰再小一點點，心理壓力沒有這麼大。心理壓力。對，然後你就是，然後他給怎麼講？他給你的情緒價值比較明確。對。OK， 這裡有進步，這裡沒進步，這裡不能這樣做，這個是很明確。對。然後謝導的指令是很有悟性的，你這樣講的話，你要自己理解。你被自己的回力鏢打到了。對，因為他都會這樣。他比如說你做完一個表演，King， 你覺得剛剛的表演怎麼樣？然後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這個表演你想要幹嘛？這樣，然後那這個邏輯這樣不可以，就是你要兜很大一圈。那我舉手發問，這跟你平常對我們有什麼不一樣？哪有？平常哪有對你們講？我對你們哪有這樣？平常問問題，平常就精簡，幹那弄一下，找那個誰？找他小花來一下。對啊，我平常對你們哪有這樣？他們對我是很殘忍的。對於一個菜鳥來說是很殘忍。那如果選一個是？你覺得如果有下一次，你想要加，就是提前很多練習的？唱歌。哇，為什麼？對，因為我覺得唱歌的技巧性太明確了，演戲的技巧性有一些模糊的空間，有些悟性在。对，就比如說比如說你要展演你是開心的，演戲你有很多種方法展演開心，但在唱歌除了你展演開心之外，你要展演你的全身都要能夠配合開心。如果你身體沒辦法配合開心的話，哇操！昨天有一個那個，反正我那個宇宙歌前面有個要給個情境嘛。對。然後宇宙歌前面的情境就是那種孤寂感，然後你他媽的一個人，然後很傻小這種。對。劇情這樣。然後昨天那個誰，那個偉哲就問了我一個問題，他說：“那個你現在在這個房間裡，他現在是幾點？”我想你他媽的嘞，中文不好，不要出來教課了。不是，然後我就說我就呆掉，因為我不知道，就說我沒有 zone 進去那個 zone。OK。然後呢，他就說你是不是有一種感覺，你現在連房間都沒進去？我說哦，對，謝這樣。他說那你可不可以幫我一個忙，就是你現在想象你在一個這種 zone 裡，你會怎麼展現這個事？這樣，他就請我想象這個事。然後呢，我就想象，然後說好，那你在那個想象空間裡面，我說我在。然後他說好，那你在這個狀態下唱這個宇宙歌這樣。然後就唱了宇宙歌，然後完之後呢，他就說好，音色不一樣。OK。對，所以代表你可以放東西進去，你可以把情緒放進去。对。然後他就開始說，那不然我們來尬一下配樂，你覺得怎麼樣？沒了。哎呀，我就立刻他媽的從那房間走出來，房間門立刻關起來這樣子。對，所以他就哦 ，OK， 他就說，因為我覺得他
它的邏輯比較像是說技巧的學習，短期間你搞不了什麼事的啦。對，你那個他說你那個你就是一路搞到小雞蛋，你是散樣就散樣。對，但他說如果你能夠融合情緒，至少觀眾 get 到的東西是真的 ，OK， 是你想要傳達某些東西，即便你他媽技術不好或啥小，我覺得大家可以理解這樣。但我現在問題就是呢，一旦你技術沒到那裡，我就做不出那個房間來。因為我當然昨天還沒跟偉哲說啊，我說這個是你們的世界，這樣可以這樣做嗎？就說我跟你講，我一定要有情緒，我一定要在裡面，不然我沒有辦法表演。那是因為你对於技術已經很熟悉，你當然很容易把情緒放進去。但他媽在我世界哪有這種鬼事？就是說你叫一個剛新手上路會開車的人，立刻在高速公路上開得很 relax， 你他媽你就要去死算了，那邏輯很不一樣啊。但應該這樣講啊，就是唱歌，其實唱歌是錄音的另外一種升華的狀態。那唱歌是 for life 的，錄音是 for你在技術上的每一個動作的拆解。所以有沒有技術這件事情，我覺得你自己會覺得沒有技術這件事情會讓你在上台唱歌的時候很虛嗎？還是怎麼樣？因為我的學習結構都是底層要有什麼東西嘛，對，我才會放新的東西上去。对，所以現在我做的全部練習都很違背。比如說你看我在體態方面，我就可以控制得很好，因為跟我原本的結構很一樣。就是你每天都会有一個數字，然後去對照你要做什麼事情。對，你他媽的 ABC 叫我幹嘛叫，但唱歌沒有唱歌真沒有唱歌就是你隨便每一天找一個人唱一句同樣的話給他聽，他如果有新的感受，給你新的 feedback， 但就是對，所以它是一個高動態变化的東西，它沒有辦法固定。確實是，這就操你妹！但我覺得反而根本不需要 skill 在任何的唱歌技巧上，認真講，就是應該是說偏的難哦。應該是說你有兩種狀態去做你自己，一種是你是完全技術層面的。那個東西本來就是否秀，那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你是要走感動人派系的話，你任何一點 skill 都不能加在裡面。我會覺得要到一個程度了，對得起自己，也對得起習慣。我那天在跟那個謝導在討論一個事，我說我在做這個秀的時候，初期我的想法就是我自己要頂到天這樣，然後呢，我也不管他媽觀眾理解是啥小這樣。那後來我的理解是，如果我希望這個秀能夠展演出他原本想要傳達的精神的話，那觀眾能不能理解？我還是得考慮這個問題。對，所以後來我又升華了一個這個概念，叫做我不能管觀眾他媽的完全不理解，所以我就改了一些東西這樣。對。然後那天我們又在討論一個，也是一個本裡面的一個橋段，然後他說他看不懂這樣，他說不是他看不懂，他說他站在觀眾視角裡面，他沒有 get 到這是什麼。對。然後我就再跟他闡述了一次我對這個世界觀，就是老子我理解，然後呢，其他人理不理解跟我沒關係的理解這樣。然後他也好像因為他可能也尊重我是甲方了，所以他就沒有打算在這個題目上面跟我糾結更多事，他只是跟我形容，如果這個是你想要展現的形式，對，你就是你要幹嘛就幹嘛的形式的話，那他覺得 fine， 我們就往這個方向去練習。但如果你是希望這個觀眾能夠理解這個作品是什麼的話，那麼他現在要給我這方面的指導了，他就大概跟我這個描述這件事。那我就想了一下，我就跟他講說，那個就是謝老鷹靜姐，我的想法是這樣，就是我還是要服務觀众，對，我說我還是得服務他們，所以呢，我確實會有那一種講話的時候直接講1跟5，沒有2、3、4。對，因為我的2、3、4就是你自己有悟性，你自己去理解，你不理解就是你現在不理解嘛。你為什麼會需要我跟你解這個2、4啥呢？對，但後來我覺得這樣應該不行，不 work。因為我覺得泛性越來越多，就是人4000，假如說我們概括在4000人，我覺得我們可以做這件。那我們另外8000人可能沒有在這個層次裡面怎麼辦？就覺得如果要成為一個足夠大的存在的話，白話文的必要性是有的。學會把話說白很關鍵。這個好像是我們之前在做登月計劃之前，我們就一直有在討論這件事情。但很難啊，因為它跟我的生活狀態有關係。所以真的這是哇，這一段也很糾結。對，這一段也是。對啊，我們下一集我們來聊一下，就是關於別人質疑你就是
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員之一，你的劇本，他們沒看懂這件事情，你什麼心情？好，下期見，拜拜。